现代战斗机是飞得更快了，还是飞得更慢了？答案不该很明显吗？随着发动机越来越强大，它们应该越飞越快啊。但事实却是它们不仅没有飞得更快，很多时候呢，反而还要飞得更慢了。比如越战时期的 F4鬼怪，最高速度可以飞到2.2马赫，而到了21世纪的 F35闪电20呢，最高速度却降到了马赫1.6，足足比前者慢了735公里，中间几乎差了一架波音747啊。这种情况呢，不光发生在美国的战斗机上，我们的歼 82M 最高可以飞到2.4马赫。可到了歼20，不也降到只有2马赫了吗？实际上这里有张表格，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战斗机的平均最高速度是怎么从4代机开始一路快速下滑到5代机的。所以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盘一盘。飞机最早被用作军用呢，可以追溯到一战，他们一开始只是被用来当作侦察和观测的工具，但是很快大家就发现，战斗也是可以延续到空中的嘛，只要我带上手枪，揣上手榴弹，绕到敌机的边上，就可以对它进行攻击了。所以你看，这种情况下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是看谁飞得快嘛。飞得快的那一架总是可以追上飞得慢的那一架，搞完破坏之后还能快速离场，留下对手在那儿干瞪眼，你说气不气人吧？于是把飞机变快就成了当时最重要的战斗经验了。一战期间，战斗机的平均最高时速呢被提高了78公里。到了二战，这条经验似乎还没有过时，谁飞得更快，谁就能够更快地拦截对方的轰炸机；谁飞得更快就能够更好地躲避地面高射炮的轰击；谁飞得更快，就可以嚣张到连对方的战斗机也不放在眼里面了。比如英国的文式轰炸机，它就根本不具备任何自卫的能力，连一杆枪都没有装。为什么呢？因为它太快了，快到了对所有的德国战斗机都是免疫的，干嘛还要浪费宝贵的枪支弹药呢？好了，既然天下功夫唯快不破，这条经验已经得到了2次大战的背书，那它必将在未来发挥更大的优势。说的就是战斗机的喷气时代和带加力燃烧的超音速时代了。到了上世纪50、60年代，不管是美国、欧洲还是苏联呢，都相继开发出了自己的标速神器，比如 F100和 F104、超级幻蜜和幻影3、闪电以及米格19、米格21等等，每一个都能在开了加力之后呢，轻松飞过音速。尤其是到了米格25，直接用自己2.8马赫的极速，吓得美国人加紧了开发新一代战机的脚步。但标高速到了这个阶段，还真的有那么好用吗？这样的问题在头脑发热的时候呢，是肯定不会问出来的，只有在事后稍微冷静一下，才会想起来去琢磨琢磨。60年代末期，当美国空军已经积累了数年在越南上空空战的飞行数据之后，他们决定拿出来分析分析。而就是这个分析几乎跌掉了所有人的眼镜，因为在超过10万架次的作战中，所有飞机加起来飞过马赫数为1.4的时间呢，仅仅只有几分钟，而到了1.6马赫就只有几秒钟了。再统计到1.8呢，0，没有任何一架飞机飞到过1.8马赫的速度，哪怕这些参战的飞机都拥有飞出2马赫的能力，这是不是太反直觉了给了你必杀你不用，非要跟别人在这儿慢慢耗，为什么呢？空军一开始也是很纳闷的，直到他们做了一项研究，才揭示出背后的真相。原来它主要跟2个因素相关，第一个是转弯率，转弯率越高呢，就意味着机动性越好，越能够抢占有利位置和角度，从而首先向对方开火。而不幸的是转弯率它和速度是息息相关的这点但凡你骑过自行车或者开过车都能够理解。在这儿呢，能获得最佳转弯率的马赫数是0.7左右。于是不管飞行员一开始把速度飙到了什么程度，但是在进入战斗时，他都会倾向于把速度控制到亚音速的。当然，他们一开始真的就会用超音速尽快的飙到战场吗？实际上也不会。这就是第2个因素了。作战半径，一旦飞机开始打开加力燃烧进入超音速，其消耗的燃料也就开始狂飙了起来，也许比飞机本身的速度呢还要飙得厉害，由此带来的是不可接受的作战半径缩短了。说多短呢？拿 F4鬼怪举例仅仅只是把速度从亚音速提高到1.5马赫，就会让它损失70%的作战半径，这个谁能够接受所以标高速到了此时呢，已经变得只是一个漂亮的指标了。不太准确应该说是一个甜蜜的负担。这些飞行员是真不知道，工程师为了给他们更快的速度，都经历了哪些惊人的挑战。因为整个机身的设计就是围绕着以他想要达到的速度来进行的。当飞机需要飞过2马赫时，它的进气口会要复杂很多，这样才能将超音速的气流减速到亚音速，避免对发动机造成伤害。
它的结构和材料需要向更耐热的方向倾斜，它的机翼需要向后掠得更加厉害，它的发动机需要换上更加重型，但是却相对低效的低庞通发动机等等等等。这些不仅仅增加了飞机的重量、复杂程度和可维护性，更致命的是，这些特点在速度降到亚音速时呢，都会变成缺点，影响到飞机的作战能力。而如果亚音速恰好正是它作战最多的阶段，不就是在帮倒忙了吗？于是反思之后，4代机开始降速了，到了5代机，降速更加明显了。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以往飞得快嘛，你躲掉的是炮弹，而如今还只是跑得快呢，能躲掉快你几倍的导弹吗？美国的 AM120能够飞出4马赫，俄罗斯的 S300更是能飞出7马赫，谁能闪得掉？不如把自己隐藏起来吧，让雷达从一开始呢就根本看不到，所以多出来的速度就让位给了隐身性能，所以21世纪的战斗机呢才飞不过他们50多年前的爷爷辈了。最后还是有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发动机的确是越换越厉害了。要是厉害没有贡献在速度上，那贡献在了哪儿呢？贡献在了加速性上。几乎所有的4代机和5代机呢，推重比都大于1。意味着它们不仅能够水平着飞起来，垂直加起速来也是毫不含糊的。所以21世纪的战斗机还是要比他们50多年前的爷爷辈呢飞起来强太多了。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A10攻击机其实不是一架装着机炮的飞机，而是一门插着翅膀的机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2个重要的细节，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注意到。第一，它那门巨大的30毫米口径 GAU-8 7管加特林机炮呢，其实并没有装在机身的正中央，而是从飞行员视角看起来稍稍偏左。当然我们看起来呢就是稍稍偏右了这是因为 GAU-8 的炮管呢只会在转到9点钟的位置时才会发射。出于这个原因把它整体往右挪过之后，就能让开火的那根炮管始终位于飞机的垂直中轴线上了。虽然看起来有点别扭，但对射击精度呢却贡献巨大因为 GAU-8 在设计时呢后坐力实在是太大了，即使稍微偏离中心一点点，也会对飞机产生一个偏航的力矩，使射出去的炮弹不再聚集成团，而是散布在一条水平线上，精度大减另外，由于机炮的安装位置呢是在飞机的中心以下，所以开起炮来产生的后坐力也会让机头向下倾斜嘛。又在垂直方向上打出了偏差。为了弥补这一点呢 ，GAU-8 其实也不是水平安装的，而是向下倾斜了2度，把低头的趋势呢正好给抵消掉了。再看第2个细节，这张正面照片看起来还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对了，就是前起落架呢也不在飞机的中间，为什么呢？因为要让开那根粗壮的炮管嘛。所以你说它是不是一门插着翅膀的机炮呢？航空史上从来不缺奇人，美国飞行员鲍勃·帕多就是一个，因为他用飞机来推飞机。是的，不是推测，也不是推船，而是在空中推飞机。1967年3月的一天，4架 F-4幻影战斗机从美军在泰国的基地出发，前往越南河内轰炸一座钢铁厂。那儿呢，防空火力异常密集他们几乎就没有可能全身而退。果不其然，在攻击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呢，其中一架 F-4就被炮火击中了。好在它还能飞于是就继续留在编队里面完成了投弹任务。可是只怪运气太差，另一枚炮弹随之而来，2次重击之下呢，它的燃油开始从机身当中倾泻而出了。想要返回基地绝无可能唯一逃生的机会就是弃机弹射了。但是现在还在敌区上空，即使成功落地，也会被俘，生存的希望依然渺茫嘛。作为本次任务的队长，帕多是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的。虽然他自己的 F-4也受伤并正在漏油，但他却选择陪在同伴身边，寻找办法帮其脱困。什么办法呢？帕多想到了2个A 计划是用自己的机头紧贴着同伴的机尾，将其顶着一起往前飞。虽然 F-4在将尾部的降落伞丢弃之后呢，确实能够空出一个供尖头落脚的理想推进点，但无奈它尾部的湍流实在是太大了，帕多的飞机根本就无法靠近嘛，因此只能再试试 B 计划了。那就是从它的下方靠近，慢慢的将其驮起来，就像波音747驮航天飞机那样。可是人家那是经过了改装的呀。当帕多将自己的飞机一点一点向上靠近同伴的机腹时，他意识到这个也行不通，因为机舱盖根本就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肯定是会碎掉的。那个时候他们就只能弹射了，不仅救不了同伴，自己也被搭了进去。
，B 计划也流产了。此时前面那架 F4的引擎已经停机了，正在以每分钟1000米的速率快速下坠，还有什么办法？突然帕多看到了一样东西，尾钩。是的，作为一开始就是为海军开发的超音速战斗机 F4，拥有从航母上起降的能力，自然就带有尾钩了。可以试试这个嘛？帕多让同伴放下了尾钩，然后慢慢的将自己的驾驶舱前挡风玻璃呢靠了上去，冒着随时会被顶撞后插到自己身上的危险，居然真的就将前面的 F4推动了起来。虽然湍流还是会让他们在靠在一起10几秒后呢，就不得不分开一下。虽然驾驶舱的玻璃的确被顶裂成了蜘蛛网，虽然帕多的发动机最终也只剩下了1台还在勉强工作，但这番努力不仅让同伴飞机的下降率减到了之前的1半，也让2架飞机在燃油全部耗光之前一起又多飞了20分钟，飞过了将近130公里，刚刚好离开了最危险的区域。于是他们双双弹射，落地仅仅45分钟之后呢，便被救回了基地，可谓九死一生呐。不过你猜猜，勇气与智慧同时爆棚的帕多后来怎么样了？他受到了谴责，空军埋怨他说：“你把我们价值300万的飞机给弄丢了。”滑稽吧？好在公正总是会来的20多年以后，这个错误终于得到了修正，帕多也因此被补发了一枚银星勋章，故事完美落幕。保持炮管干燥看起来是一件挺重要的事，但早期潜艇由于大多数时候都是浮在水面上的，因此甲板炮就成了标配。水面打起来一时爽，可到了要下潜的时候，这些甲板炮怎么办？如何才能保证它们的干燥呢？答案是各有各的招。美国人一开始觉得甲板炮这么金贵的东西，下潜时当然是要收回来，装进一个水密舱里面，始终保持它的干燥呀。于是，在以试验为目的制造出来的 M1 潜艇上，它的3寸口径小巧甲板炮就是这样设计的，既可以升起来架在甲板上提供火力，又可以收起来整个装到位于甲板下方的水密舱里面保持干燥，可以算得上是精心呵护了。等到了制造 L 级潜艇时呢，收缩的概念依然保留，只是形式略有变化，不再是整个密封了，而是把它竖起来，只让后膛缩回甲板下方，炮口和炮盾则留在了外面。而且你看我说为什么炮盾要做得那么圆鼓鼓的，原来它还得不时扮演一个水密舱盖的角色不过甲板炮的好待遇呢，到此就结束了，因为它毕竟不是装饰嘛，是要讲究战斗力的，是要求大口径和大倍镜的嘛，于是块头大了，自然也就缩不回来了。这个才是潜艇甲板炮的常态，始终要留在甲板上。于是这些炮无一例外都使用了耐腐蚀的金属来制造，能用铜的地方呢就用铜，因为它可以完全裸露出来而不做处理嘛。不能用铜的地方就涂上厚厚的防锈漆，再抹上粘稠的油脂，同时保持极高的保养频率，以此来尽可能的缓解海水的侵袭。然后如果下潜前来得及呢，就用根塞子把炮口给堵起来，如果实在来不及嘛，那就直接下潜也没问题，大不了炮管换得轻一点就可以了，还不用担心开炮时忘了取下塞子引起炸膛呢。你看这张照片管子上的孔是不是特别多？那就是为了快速排干里面的海水的，说不定偶尔还能意外收获点海鲜呢。亲手摸一下陆战之王 VT4 是什么感觉呢？爽！然后再踮着脚尖看看 VT5 的105毫米炮口粗。相信你也注意到了在绝大多数坦克主炮或者是自行榴弹炮甚至是舰炮的炮管中间都有一个鼓出来的包，就像这位老哥摸着的地方。如果这里看的还不够明显的话，那么 M1A1 上的鼓包是足够明显了。所以它是做什么用的？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开炮呢是需要燃烧火药的，而燃烧火药都是会冒烟的。小男孩都会做一个很酷的动作，就是吹手指，然后想象自己正握着一把酷酷的手枪，正在吹掉开枪之后从枪口冒出来的硝烟本质上呢，不管是枪管还是炮管，都只是一个2头开口的管子而已。所以这个烟子呢，它既可以从炮口跑出来，当然也是可以从炮尾跑出来的啦。要是不注意的话，就会被呛到够呛当然这在与自然直接相通的 M110自行榴弹炮上呢，不是个问题，你顶多躲一下就好啦，一阵小风就把它给吹散了。但是如果炮尾是被装进了一个密闭的空间，比如坦克里面，这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了。不仅会让炮塔直接变成毒气室，也可能因为在残留着火星的高温废气排入后，引爆炮塔里面储存的弹药，直接就跳过慢性死亡的过程了，相当危险
所以是要绝对避免的。于是这个东西呢，它叫做火炮抽气装置，就是负责让开炮后产生的烟雾只从炮口一个方向出来的。听起来很高级是不是？但其实它特别的简单，里面没有任何一个活动的部件，基本上就是把一个直径比炮管略大的罐子扣在了炮管上而已，只不过需要在被它扣住的炮管上斜着钻几个小孔而已。它是这么工作的。当爆炸的高压燃气推着炮弹飞过这几个钻在炮管上的小孔时，燃气会顺势压入到抽气装置的罐子里面，临时储存起来。随着炮弹继续前进炮管里面的压力开始下降了，直到它最终飞出炮口，炮管里面的气压呢就一下子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大气压了。但是此时抽气装置罐子里面的气压还很高所以它就会像是一个打开了的高压气瓶一样，管你炮管里面还剩些什么东西呢，都一股脑的给你吹出来了，正好就达到了我们的目的。而且即使此时炮手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炮膛准备装弹，由于里面是负压，所以它只会从炮塔里面吸气，而不是往炮塔里面吹气，也是安全的。难怪它几乎就长在了所有坦克的炮管上了。但是也有例外的比方说法国的勒克莱尔主战坦克就没有见到这个东西嘛？难不成他们的炮管是不抽烟的吗？那是俄罗斯的 T14阿玛塔坦克，它的炮管呢的确是不抽烟的，因为人家的炮塔里面是没有人的嘛。但至于勒克莱尔它是要抽烟的，不过用的却不是我们上面说到的这个装置，而是另外一个专门的吹气装置，会在每次开炮后呢单独开启，把烟子给吹出去，所以相对来说呢就稍微复杂了一点，但似乎并不影响原本就喜欢复杂的法国人嘛。好了，最后呢考大家一个问题是谁发明了这个既简单又好用的抽气装置呢？2选1，是美国人还是德国人呢？留下你的答案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我左右手呢各有一辆坦克模型，熟悉的朋友应该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左手是一辆德国的豹2 A5，右手呢是一辆英国的挑战者2。尽管他们都是当今世界上重要的主战坦克，但他们用的主炮却截然不同。豹2以及世界上其他绝大多数的坦克上装着的是一门滑膛炮，但挑战者2呢，装着的却是一门线膛炮。非常传统是自打人类发明步枪以来就一直在用的枪管和炮管了。它的明显特征是在炮管的内壁上刻有一圈这样的螺旋形的膛线，能够使穿过其中的炮弹与其结合，从而被动的快速旋转起来，达到稳定飞行的目的，称之为旋转稳定。它跟陀螺效应是有关系的，具体咱们就不展开说了总之，你看这枚旋转炮弹的慢镜头轨迹，那是相当的稳定，有没有但如果不让炮弹旋转呢？比方说用不带膛线的滑膛炮来发射这样一枚炮弹，一出膛就是肉眼可见的翻滚和扭曲了。这要是飞上一阵子，还有啥精度可言呢？所以理论上对于发射任何大小的实心弹丸，线膛炮都是更好的选择嘛。一开始也的确是这样的。坦克从1战开始出现到2战变得不可取代，他们装着的可都是要精度的线膛炮。可是到了1960年代，第一个吃螃蟹的家伙就出现了苏联人在他们的新款坦克 T62 上居然装了一门115毫米的滑膛炮。所以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很快大家几乎就都换上了滑膛炮，而为什么只有英国还坚守传统至今呢？好，其实根本的原因是弹药。一开始坦克上使用的几乎只有一种炮弹，穿甲弹，简称 AP。本质上它就是一颗放大了的子弹而已，削尖了头的实心铁坨子，用蛮力硬生生的将对方的装甲给撕开，在内部输送伤害。后来为了增加伤害的输出，还出现了一种稍稍改进的版本，在弹头里面套一个空腔，往空腔里面呢装满炸药和引信，使其穿过装甲后还能炸开，算是附了一层黑可装甲它也不是吃素的你升级我不也能升级吗？随着盾越来越强，后来的 AP 就不吃香了。到了2战后期想要再用 AP 弹去击穿像是虎2 IS-3 这类重型坦克的装甲呢，已经变得不切实际了。此时的坦克炮弹开始朝着2个方向去发展了：脱壳穿甲弹 APDS 和高爆破甲弹 HEAT。先来说 APDS它同样靠的是弹丸本身的动能去穿透装甲的，但是跟 AP 不同后者的弹丸是整个弹头，而前者的弹丸呢只有中间的弹芯部分。因为归根结底只有中间的弹芯才会参与到真正的穿甲的过程嘛。既然这样，干嘛不把多余的重量给减掉呢？炮弹在更轻之后呢，就能跑出更高的速度，从而获得更大的动能嘛。
但是啊，如果穿甲弹只留着弹芯的部分的话，就太细，就无法获得足够的粗速度了嘛。解决的办法是啊，还是用大口径的炮管，只不过呢，在弹芯周围套上一个正好跟炮管口径一致的衬套，等它打出炮管之后，再直接脱掉就可以了，算是穿甲弹的助推器吧。而且人们还发现啊，这根弹芯是越长越好，越细越好啊，毛果然是越来越像毛了。当然也有例外啊。另一个方向的 HIT 破甲弹呢，需要的其实就不是速度所带来的动能了，它利用的是特殊的空心装药在爆炸时产生的高温、高速、高度集中的金属射流来穿透装甲了。它也是如今反坦克火箭和导弹上常用的弹头啊。就是到了这会啊，线膛炮从香饽饽变成绊脚石了。对 APDS 和 HIT 弹来说呢，它都是一个障碍。前者我刚才是不是说过了啊？人们发现，这个穿甲弹用的弹芯啊，是越长越好，越细越好啊。但是当它太细，比方说长径比达到了6到7的时候呢，稳定它所需要的旋转速度呢，已经超过了线膛炮管所能够提供的极限了。于是你要是接着再用线膛炮，那就意味着把一个天花板盖在了穿甲弹的头上了嘛。后者我也说过啊，它需要的是高温、高速、高度集中的金属射流。但是你一旋转起来，这股射流不就在离心力的作用下被甩开了吗？集中不到一个点上，自然破甲效果也大打折扣了。一个是转不了太快，另一个呢是转快了不行。这下麻烦了。要说人家苏联人还真的就是厉害啊，在想透了之后呢，他们端出了这个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既然线膛炮怎么都制造不出能够让穿甲弹稳定飞行的旋转速度，那好，我就干脆不让你转了，咱们换一个稳定的思路不就得了吗？学火箭用尾翼不一样能够让弹芯稳定吗？而且速度还能够更快啊！膛线制造的旋转的确是可以让弹丸更加的稳定，但是它也是需要你额外的付出点代价的嘛。动能是会有所损失的。但是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呢，由于不需要跟炮管挤得那么紧，滑出去就行了嘛，损失的动能就更少了，就带来了更大的速度和更猛的穿甲效果。这妥妥的就是个杀器啊！别的坦克你不学吗？好了。棒2就是第一个学习的西方坦克了。从诞生之初呢，就学苏联装上了一门120毫米的滑膛炮，发射的也是不用旋转的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和 HIT 破甲弹了。其他坦克嘛，纷纷跟进，除了挑战者，直到2021年初，英国才宣布他们会在从挑战者2升级而来的挑战者3身上换装滑膛炮。这反应是不是也太迟缓了？其实吧，也不算。而且原因竟然也跟弹药有关，因为他们一直都很喜欢自己发明的 HIT， 一款被称为高爆南瓜头的，在弹头里面装满了高能炸药的炮弹。当它撞上敌人的装甲之后呢，会在强烈的挤压之下，将内部大量的炸药撒到装甲的表面，自然他们是没办法穿透过去的，但其实这就是他想要的目的啊！只在装甲表面引发大面积的爆炸，然后靠穿过装甲的冲击波，将坦克内壁震出一些碎块出来，再利用这些碎块呢来破坏或者是杀伤坦克内的无声与有声力量了。所以它可以利用旋转来稳定，而实际上呢，它还更加喜欢旋转起来呢。因为旋转起来之后呢，能够将炸药撒得更开嘛，这就是为什么英国人一直都捧着自己的线膛炮不换了，但现在咋换了呢？因为新装甲让 HIT 也不好用了吗？多层的复合装甲削弱了冲击波的传递效率，能穿得过去的波本身就少了，再加上现代装甲的内部呢，一般都加了像凯夫拉这样的防爆衬垫，即使能够炸出点碎片呢，也会被它们给兜住的，就很难再发挥作用了。好吧，还是向主流靠拢，改用滑膛炮吧。